操妈，滑死爹了！我操！这地方我坚决不吃，你他妈说破大天我也不吃。自己吃就别放粉丝，那他妈啥便宜啥贵不知道吗？宝啊，舔到啥时候是头啊？那朋友圈就别发了，他不是看不见，他陪对象打游戏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可算开支了！我盼星星盼月亮，我都怕我弟那个身体状况挺不到这一天，我这顿掐人中啊！那工资短信要是晚1分钟收着，我都觉得被公司辞退。开支吧，在我眼里就是开荤。我他妈总算能解馋了。你看这个羊排肉，我去买的时候，那阿姨跟我说：“小伙，你长挺精神，我给你挑瘦的。”我他妈差点跟他翻脸。今天这饭呢，就一个原则，就是肥肉蓄满。我看看不吃菜也不吃主食，能不能给我俩吃嗝嗝了？是。这个嗝嗝不是嗝，这个嗝嗝啊！这人要好起来了，猫也不能落，给他整理。但我弟这会儿问我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儿，他说：“爸呀，不是哥呀，咱俩这么续，今天晚上让血栓给栓着咋整？”我寻思他说的对呀，我们别从哥俩变病友啊！我火速整了几个素菜，这你说过把瘾，别他妈挺不到下次开支了呀！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素黄、拌皮、炸米、辣五、完白、啃土、烤，还有这个肥肥的羊。咱说真的，开完支来这么一顿，这不他妈过的神仙日子吗？当然，更神仙的是这位爷，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很好的诠释了一句话，就是他妈得好吃的不撂块，就是。我有哥们饭店开黄了，完了非要上我家做点饭。我说你这个理由来蹭饭是不是太牵强了？他说真没有，主要现在炒不上菜了，手刺呢。好家伙，他手解刺挠了，给我们家人他妈腿肚里钻筋了都，非要在家做烤鸭，这可是家里有点地方了，一会儿挂着一会儿吹着，我的妈呀，他妈全村老少爷们都知道我家有烤鸭了。最后烤箱没使明白，整他妈缺老黑。但这老小咱说有点手艺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完成了一份饭店水平的黄馍扣肉。这大肥肉片子谁吃谁迷糊，完了夸他2句他还飘上了呢，寻寻摸摸的给我来了一份油炸冰棍，还有开花的茄子和土豆子，还跟我显摆呢。我说你快别美了，让我妈知道你炸东西使那么些油，他妈喷迷糊你。借他这点油，我也整了几个菜，完他非要让我跟他比一下炒饭。我刚开始炒的挺来劲，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我寻我手也不次呢，我跟他扯这干啥呀？让自己炒去吧。我还倒了一罐在东北万能的桃罐头，这玩意在东北就是完。完他说吃桃过敏就拿草莓的，没的，饭店就这么没的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香蟹、土丝儿、马上、鲜汤、油饼、蛋饭、干牛、芝球、烤鸭、开茄、黄肉、大闸、桃梅。哎呀，这天天忙忙叨叨的，吃上饭才想起来，今天我姑过生日。我说这样，我先把你眼馋这几个菜放你面前，你先慢慢秃噜，完我给你煮碗面条。我姑说咱天天都在一起吃饭，整那没用的干啥呀？他说来，你给我拔一点，我倒碗罐头汁儿喝就行。过年了，朋友们，灯笼挂上了，对联也贴上了。今天热热闹闹在家吃顿火锅。咱说找人来家吃火锅，最大的精髓不就是少准备多安排吗？安排这个买点这个，安排那个买点那个，一不留神就凑了一大桌子。我熬了点鸡骨牛骨汤当汤底儿，给辣锅做了一盘卤味，还炸了点酥肉。这2盘是单起个锅吃潮汕火锅的。过年虽然见不着钱账，但心里还是有。今天把家里所有能涮火锅的家伙事全都翻出来了。我试图计算出一个每个人都能吃到3个不同锅底的座位分布，但是失败了。我说咱边吃边挪吧，脑袋笨就得靠腿勤快了。我今天就属于是吃啥补啥了，这脑花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吃啊？但我觉得辣锅涮汤是最近滋味的。然后老串座腿也累呀，我就来几个蟹腿，这大蟹棒一口吃进去，感觉腿灵活不少。这个麻酱就是比较常见的北方酱料，什么都有，又厚又香。看我哥调这个辣锅啊，我心说这吃辣椒也太费肚了。完他说他儿子吃辣没有男子汉样，又给他儿子调了一锅。他儿子眼神里多少对这段关系产生了一点怀疑。但是这吃火锅屋里热呀，开窗。今天吃饭有意思的事儿挺多，我给你们看看啊。这个是我姑串了2次座，手里一直攥着那盘大果子。这个是我妈，因为家里吃火锅，同学聚会都没去，完跟人说儿子腰闪了。这儿还有几个固定让朋友圈先吃的，这俩小子拎锅满场跑着给人添汤，我就愿意都喊来吃饭了，凑热闹嘛。过年不就图这个吗？反正我也说不出什么好听的，就祝大伙儿虎年心平气和的活着吧，好好活着。祝高尚
收视长红，我们拿绿的还差。我们最近呢，熬夜熬的实在太多了，老嫂们明显气血不足，姨妈来都不准时了。所以纵然有万般不舍，我们到底还是对自家兄弟下手了。我搞了一张40多斤的驴皮，寻思在家做点阿胶糕吃，但没想到上来就是逆风盘。这驴活的时候，可能一辈子没啥愁事儿，那毛发异常的旺盛，完了还特别不好往下退。我们试了很多工具，最好使的是刮眉刀，但真的太慢了，从天亮刮到天黑，整整12个小时，我们才刚干完第一步。这活算是到现在为止的史上最难了，就别说史上了，我怀疑我祖上都没人遭过这个大罪。然后这驴皮焯完水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翻出了一层黑的杂质，而且特别难去掉，就我的刀已经磨得很锋利了，但是在处理驴皮的时候，那叫一个削都削不动。这比刚才刮驴毛还变态，因为这个速度实在太让人绝望了。真的，我来到这美丽人世间也1万来天了，我感觉我从来没这么绝望过。就这个驴如果有在天之灵，我特别想发自内心的跟他说一句，咱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，哥们儿。干了一天一宿啊，我们居然刚干完的准备工作。然后《本草中国》里讲，这需要熬9天9夜。我现在就别着急了，我们实在坚持不住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个环节里没啥活呢，但这2天突发状况太多了，整的人都磨着了，睁眼睛厕所都不上了，就惦记驴皮。然后这些驴皮一共熬出了将近5斤的阿胶，据说加工成阿胶块，这些东西能值上万，但这钱谁爱挣谁挣去吧，我肯定是不挣了。再熬下去啊，阿胶是值钱了，我可能也变无价了。后来这爹成型的时候，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整整干了8天呢，从干到吃上，这完全是一个气血对冲的过程。要不怎么说阿胶是熬出来的呢？我发现这冻丝放这儿可太合理了。等这些吃完了，要再想吃，我肯定出去买去。外面卖的最多就是阿胶少、营养少，没啥别的毛病。但要说再让我拿驴皮熬一次呀，那整不好人都给熬没了。我最近特别想吃小时候吃的那个无花果丝儿，但是现在卖的基本都是地瓜做的，它吃起来特别面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小时候吃的其实都是萝卜做的，所以我们去扛了1200斤萝卜回来。我打算在家报复性做点这玩意儿，来弥补一下小时候不舍得大把吃的遗憾。不过要想实现这个报复啊，首先你得能忍受得了这萝卜的香味儿。这么多萝卜放一起，那劲儿实在太大了，我那几天都没敢出门见人。就当时那个状态，我要是出门站到一个陌生人旁边的话，他10000%分不清我是在那自己喘气呢，还是站在旁边偷摸放屁了。然后为了吃的时候能没有萝卜味儿，我们这顿折腾啊，又是放盐下水，又是放糖和柠檬汁给它腌底味去辣味，就连最后抓拌用的梅子粉我都费了老多心思了。我买了50斤话梅回来挨个取肉，然后打粉的时候还放了好多陈皮和甘草。妈，这活干的比回老家掰苞米还累，不过吃起来应该很健康。但是这么多萝卜凑一起，家里根本就晒不下。后来我把家里所有能通风的东西都给拆下来晾萝卜了，完了提前选了个大晴天，整整铺了1院子。接下来这个过程就是我命由天不由我了，那属于是晴天定丰收啊，但雨天直接死啊！晒了2天半，那状态特别好，我感觉再风干1个晚上就能丰收了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那天晚上太极否来，物极必反了。那后半夜睡得最实的时候，外面下了3个小时雨，生生把我要晒好的萝卜干都给浇成萝卜了。后来面对这琢磨不透的天气，我觉得我必须得做点什么了。8月15那天开始，我把我弟放到院里打精了。这回有了守夜人的加成，那萝卜3天就丰收了。然后这些晾干的萝卜丝儿需要再喷点柠檬汁回润一下，之后拌上我们精心自制的梅子粉，最后再撒上厚厚的白色糖粉。现在不论是卖相还是味道，都跟小时候卖1毛钱1袋的零食一模一样。尤其是那种越嚼越酸，然后酸到流口水的感觉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了。然后为了更能还原当年的感觉，我还定制了一批包装袋。这袋一用上，我那小时候偷着拿家里钱买零食的感觉一下就上来了。就我上学的时候，家里要有这么多无花果，那我纯校园大霸。不过这些玩意儿直到我做完了，我也没想明白，我从头到尾用的都是萝卜，它和无花果到底有啥关系啊？